要继续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YouTube， 记得订阅我们，然后开启小铃铛。Annie 老师说明了植物学艺术的发展以及用途，大家对于植物学艺术家都比较不熟悉。借这个机会，请老师帮我们介绍几位吗？有很多的植物学艺术家，我跟大家介绍3位，对我来讲启发性很高，我也会欣赏他们的作品，即便我自己做不到。他们进入这个领域的机缘是非常特别，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是非常有启发性的3个植物学艺术家。介绍给大家。第一位我想要介绍的是19世纪的植物学艺术家，叫做 Marianne North， 这是他的书。他呢有几百艺术作品被 Kew Garden 收藏，所以各位如果有去英国伦敦 Kew Garden 的话，可以去收藏他的作品的展厅，实地欣赏他的作品。那我手上有这本书，那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艺术家。他是在19世纪，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自由。那他跟许多人不同，他从26岁开始就跟着他的父亲去环游世界。那环游世界的时候，他受到了一种花的吸引，开始绘画植物。那个花叫做璎珞花。那个璎珞花呢，它是原产于缅甸跟泰国的热带植物，红彤彤的，非常的漂亮。那我相信一个内心充满热情的女性，的确会跟那样子的植物产生共振，受到吸引。根据这本书的内容，他从开始环游世界到过非常多地方，北美、南美有巴西、秘鲁、智利呀等等这些地方，还有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日本到澳大利亚跟纽西兰这些地方。所以他的画作描述了这些地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跟景。那为什么是景呢？因为他的画作跟那个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植物学艺术作品有一些的不同。那个时代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浅色的背景，以水彩作为媒材，做一些比较细致的描绘。它不一样，它用的是油画，在画布上面创作。可以看到植物学绘画作品里面，除了会描述植物本身的形态之外，有很多作品会描绘它的共生植物。意思就是说，这几个植物在一起其实是形成一个生态圈，也会画出这个生态圈里面重要的动物，譬如说蝴蝶啊，甚至是蛇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它也会描绘出一整个大的景。我们一般在画植物学艺术，画的都是植物本身或者它的局部，那个景可能就不会太大。可是它会画出大景来。所谓的大景是譬如说远山，或者是瀑布，或甚至一整个沙漠。我们看着他的画作，跟着他去游历世界，看到的是近景共生的景，甚至有远的景。我觉得非常多样化，而且可以感受到他内在的自由，没有框架的在做艺术创作，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在他4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他并没有停下旅行的脚步，他继续旅行，然后于是成就了这么多艺术作品，让我们现在后进的这一些创作者有一个很不同的前者。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很好，也非常有意义。第2位介绍的是 Margaret Mead， 是20世纪的植物学艺术家。我手上呢也有他的书 Margaret Mead Amazon。这位植物学艺术家也是出生于英国，也是一个贵族世家。在20世纪，女性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参与社会事务，现象增加了。我们的这一位艺术家有这样子的性格，他成为植物学艺术家的机缘。他在英国成长，受教育，因为照顾他的妹妹，到了巴西。有一次，他跟他的朋友进到亚马逊雨林游历，一到那里就开启了他往后36年不停在亚马逊雨林探险创作。因为我自己也去过亚马逊雨林，那样子的地方非常的引人入胜，但是他会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相应有人会惧怕亚马逊雨林可怕的生物，很难让人类好好在那里生活的环境等等的，但是它里面的自然生态呈现出丰
富、奔放、不惧怕、不害怕，充分表现自己的能量，也会吸引艺术家驻足留恋。Margaret Mead 的36年有15趟的旅行，每一次的旅行都做很详细的记录。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画作，他的画作是水彩的方式来做呈现，他的作品色彩铺陈恰到好处，线条流动是非常非常轻柔。他眼中的亚马逊雨林是柔美的，加上他过去美术的训练，画出来不管是带刺的空气凤梨，叶子比较硬的兰花，在它的呈现之下非常的和谐。他是我最 admire 的植物学艺术家之一，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技巧，到今天我都还在体会当中。我更 admire 的是他的精神，他的勇气。在他的日记里面也有提到，在雨林里面得疟疾几乎快要不行，这些疾病依然没有阻止他。还有在他的探险小屋里面，有人 breaking the door 破门而入，他也非常勇敢的拿起枪来捍卫他的旅途，捍卫他的生命。所以他在这30几年15趟旅行里面遇到了很多的事情，甚至当年的导游在回忆他的时候都说，他都是走在最前面的，比许多的人都还要勇敢，看到美丽的植物当场就把它绘画下来。所以在他的作品集里面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对于植物的掌握，热爱这片土地，热爱雨林，想要保护雨林，他想要用他的画笔来抵抗破坏雨林的斧头还有烈火，他想要把里面的动植物画出来，让大家知道这里面的植物或者是动物，你一旦遭受破坏，它将永远的消失在地球上。这样的情怀关怀是身为一个艺术家所必备的品质。第3位艺术家 Victor Wong， 他是我们台湾植物学艺术协会之友，他连续参加了2年植物纪实展，然后让台湾的观众看到了风格非常独特的植物学艺术作品。跟各位介绍一下很有趣的几个点。他是香港人，在加拿大学习美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研究所的时候执行过一个专案，题目是关于某一条河是被污染的，那条被污染的河下游对人类的影响。这一个研究专案对他有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对我也是。在传统的观念来讲呢，很多人认为花卉或者是植物的绘画跟当代的社会议题啊、政治议题啊，或者是一些哲学思维呢是不搭嘎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于花卉或植物的绘画，并不能阐释或者是阐述代表我刚刚讲的那些议题。但是你可以看看 Victor 当年在研究所的这个专案的题目——污染的河流，它一定会影响生态，它一定会影响植物，而植物一定会去影响到人类。植物跟人类的生活这议题是分不开的，因为植物学艺术在过去以往呢，一直把它放在科学绘图上面，好像跟人类文化社会的变迁比较没有关系。但我不完全认同，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植物学艺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在纯的科学研究之外，对于人类生活文化的变迁与演进，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自己期待有一天植物学艺术能够跟当代艺术做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也是我在策展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个方向。我们话再说回来， Victor 在植物学艺术生涯发展当中呢，有几个蛮重要的点。当他旅行到东南亚的植物园的时候，他受到很多植物的吸引，影响了他后面许多的这个研究。当然他也受到了譬如说 Maria North 的启发，还有他老师的启发。我曾经问过，对于你自己植物学艺术作品的期望是什么？他希望他的植物学艺术作品能够更好的跟观赏者们去做一个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第一个，他有非常强烈的风格，不管是在构图、文字、比例尺、一些图案，不停的 zoom in 的方式描绘植物细节，观赏的人能够从他的作品里面看到特殊或者是独特少见植物的特征。我觉得他的贴近能够更好的沟通给到观赏者，我觉得执行的非常的好。这2年来植物纪实的观众们，我想都有深刻的体会到，曾经看到许多的观赏者在他的作品前面驻足甚久，环顾所有的作品里面，他的风格非常的独特。那我们在这边呢也预告一个好消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Victor 非常大的机会来到台湾，在我们 BAW 2025的展期呢跟大家见面咯。听 Annie 老师分享了非常多，包括植物学艺术画些什么，欣赏的植物学家，想问问看 Annie 老师 QA 的
的部分很久没更新嘞，最近你在忙什么吗？最近在忙创作研究、资料收集，需要一些时间，或者甚至需要一些契机。我们年度盛会 BAW 2025展览的准备工作，除了画作之外，会有相应的一些周边活动，到时候一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另外还有会员的作品，将来该怎么样更好的呈现给台湾的群众们，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执行、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好哦，Annie老师并没有停更哦，请大家要继续 follow 我们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对，我都很少讲这句话，但我今天记得要讲了，要记得订阅我们，然后开启小铃铛。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Annie 老师哦，谢谢大家，拜拜。